NASA 局长尼尔森曾公开表示说，一定要阻止中国登上月球南极。他的原话是这么说的：中国航天技术已经极大地威胁到了美国的国家安全。如果美国比中国早一步登上月球的话，一定要第一时间封锁月球，至少封锁月球南极，不能让中国在月球南极登陆，也不能给中国在月球南极造基地的机会。只能说尼尔森这个人，他确实是航天领域的专家不然也没法掌舵 NASA， 不是吗？毕竟根据中国方面的计划，我们确实有在2050年左右在月球南极建设第一个驻月球基地的打算。我国的探月工程3期战略规划，大家或多或少应该都是听说过的第一步就是无人探测月球这一步呢，随着嫦娥5号无人探月装置返回地球圆满结束，中国方面顺利从月球背面开采到了土壤样本，回到地球，证明了中国有能力把探月设备送上月球后再接回来。那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有人探测月球和在月球上面建设基地这2件事情了。中国探月工程总设计师中国的工程院院士吴伟仁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了我国关于建设月球基地的这么一个想法。首先呢，我国将会在30年在月球完成登陆计划，如果可以的话，还会做一些选址工作，然后等到2050年左右，我国将会在月球南极建设第一个基本型科研站。基本型科研站呢，要有以下几个基础功能。首先是月球探测功能，可以在上面长期进行科学研究工作。其次呢，还要有3D 打印机器作为大专的基础，利用月球上面的资源和矿物，实现在月球上最终建设成一个大型综合性基地。最终实现可以利用月球作为跳板，从而对火星进行探测时，那中国月球基地的建设工作才算是告一段落。而根据我国的规划，这样一个大型的综合基地正式建造时间呢是在2035年左右而根据我国的计划，在月球基地竣工的几乎同时，我国的火星探测计划也会被提上日程，而这一切的基础就是月球南极。所以这个月球南极到底有什么好东西，竟然能支撑起月球基地这样宏伟的计划呢？原因只有一个，月球南极有2个非常重要的资源，一个是水冰，一个是可以长时间使用的太阳能资源。先说水冰，虽然月球上面由于环境原因并没有现成的液态水，也不存在河流或者湖泊，但是月球2极的陨石坑密集且深，所以存在着永远不会被太阳照射到的永久阴影区。这部分地区其温度常年在零下200摄氏度左右，所以存在有大量水冰。中国和美国的航天器都已经通过探测设备证明了这一结论这些水冰可以开采后直接用于生活饮水以及为火箭提供燃料。先说生活饮水，自古以来人类建立定居点就不可能离开水，如果不喝水的话，可能连3天都撑不了，但是只要有水的话，哪怕是绝食，人体也能维持2到8周的生命。月球上面有可以开采并且直接饮用的水，那就意味着这里可以作为一个大型的天然定居点使用虽然说这个定居点的生活环境可能比鸟不拉屎还要恶劣了那么一点点其次呢，咱们把宇航员送上月球那是出差的，人工作完了你还得回来呀，所以想要从月球回来必须得有火箭，使用火箭就得有燃料。如果从地球上运燃料，那这个性价比是真的划不来。但如果月球上就有现成的燃料呢？众所周知，水电离之后能得到液氧和液氢，这2种物质都是制备效率极高的火箭发射燃料。有这2种燃料从月球返回地球不再是问题。此外，月球南极有长时间极昼现象，月球的自转时间为地球上的27天左右。在这种情况下，月球南极有时可以被太阳连续照射1个月。我们把航天员送上去，那是要争分夺秒工作的。不巧的是，月球探测初期只有一种可以稳定长时间获取的能源，那就是太阳能。也就是说，在早期月球基地建设期间，如果没有太阳光照射，那所有设备都得停摆。而月球南极长达1个月的极昼，可以大大增长宇航员在月球工作的单次时间。有了水源和能源，对于现代人类来说，基本上就等于有了一切。氧气可以通过电力生成，而且还可以在月球上建设无土栽培大棚，进行水果、蔬菜、谷物的种植，甚至可以进一步养殖肉类动物。
太阳能在这一过程中提供了绝大多数的能量。当然了，这些都是早期建设月球时候可能遇上的麻烦。我国其实计划在月球基地走上正轨之后，在月球拟建设一个可以产生1兆瓦电力的核反应堆，通过核反应堆给月球基地供能，实现月球基地的长时间运转。如果单纯为了采矿，那么这么做可能有点奢侈，所以到了这一步，我国就开始考虑向火星发射探测器了。月球发射火箭相对于地球发射火箭有个巨大的优势，就是重力。月球重力只有地球的1/6，所以这意味着火箭别说是第3宇宙速度了，甚至都不需要达到第1宇宙速度就可以摆脱引力的影响，从而可以携带更多的有效载荷，飞行到更远的距离。这样在宇航员登陆火星之后，也能得到更多的主动权。这对中国来说也是建设月球基地的重要目标，以月球为大bản，登陆并建设火星。像马斯克那样搞极其昂贵且力大专飞的星舰，最后才能送几个人上火星。中国这种从月球发射火箭去火星，那是可以实现批量人员物资的运输活动的。到时候建设火星基地不在话下。中国人的目光已经投向火星了，而美国人还在地球上想着怎么扯中国人的后腿。只能说现在的老美也就这点出息了。